我穿进一本末世文，成了拥有空间异能的男二。开局就是女主求我开门救人，眼前忽然飘来无数弹幕。哇，女主好善良，送物资的男二快开门啊！见死不救算什么英雄？我看过原文，男二确实救了这帮人，结果他们是白眼狼，不仅抢了物资，还把男二的小队推出去喂了丧尸。可我又不是圣母男本尊，我的物资凭什么喂白眼狼？我的命凭什么给别人当垫脚石？童言凶器，女儿不香吗？于是我拉开基地的门，笑着对女主白若雪说：“你这么善良，你先去救吧。”方圆，你疯了！眼前的弹幕疯狂滚动，幸灾乐祸的有，破口大骂的也有。我懒得看，我靠在改装过的装甲车门上，看着白若雪。我没疯，你不是善良吗？你不是觉得他们可怜吗？去啊，用你的善良去感化丧尸，让他们给你让条路。白若雪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她旁边的眼镜男扶了她一把，怒视着我。方圆，你怎么能这么对若雪说话？她只是心善。我嗤笑一声，指了指不远处被丧尸围得水泄不通的超市，那就让他用善良去喂饱丧尸，你们就有机会去救人了。眼镜男气得说不出话。我的小队里，一个叫苏晴的女孩走了过来，站到我身边。她有着一张清纯的娃娃脸，身材却好得惊人。原文里，她因为痴恋原主，最后也死在了那群白眼狼手里。白小姐，我们的物资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元哥每次出去搜集物资都是九死一生，凭什么要为了不相干的人把我们自己人置于险地？可他们也是人命啊，我们怎么能见死不救？他这副模样，在末世前或许能让无数男人心软，但现在只会让我觉得恶心。那你去救，我重复了一遍，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不耐烦。你要是能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来，我这辆车里的物资分你一半。白若雪怔怔地看着我，又看了看不远处嘶吼着冲撞超市玻璃门的丧尸群，身体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哈哈哈，笑死圣母婊被将军了，男二帅爆了，就喜欢这种人间清醒的。弹幕的风向似乎有了一点点转变，白若雪咬着下唇，脸色苍白。怎么不敢了？刚才那股舍己为人的劲头呢？白若雪被我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求助似的看向周围的队员，可惜大家虽然没说话，但眼神已经表明了立场，没人想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善良去送死。方圆，你会后悔的。超市里面有很厉害的人，你今天不救他，他将来绝对不会放过你。我差点笑出声。他说的是龙傲天吧？原文里未来的雷系异能第一人，可那又怎样？一个需要别人去救的强者，在我眼里就是个废物，更何况他还是个未不熟的白眼狼，是吗？那我等着。我拉开驾驶座的车门，坐了进去。苏晴上车，其他人回基地。所有队员迅速回到各自的车上。白若雪和眼镜男被孤零零地留在了原地。他看着我们绝尘而去的车队，脸上满是错愕和愤怒。苏晴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撇了撇嘴。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没有公主的命，一身的公主病。回到我们临时改造的仓库基地，我立刻下令，所有人加固防御，检查武器弹药。从今天起，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基地。我走到仓库2楼的监控室，这里可以看到基地外围几条街道的情况。屏幕上，白若雪和眼镜男还在原地徘徊，他们似乎想等我们回心转意。苏晴端着2杯热水走进来，视线落在一个屏幕上，那是超市方向的监控。超市的玻璃门已经被撞出了蛛网般的裂痕。他们撑不了多久了。我放下水杯，控制一台微型无人机从仓库顶部的通风口悄无声息地深入沟通，朝着超市的方向飞去。看着无人机传回的清晰画面，我倒要看看未来的雷系大楼现在是个什么怂样。无人机穿过破碎的玻璃，探入超市内部，里面一片狼藉，10几个幸存者挤在超市2楼的楼梯口。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正焦躁地来回踱步，这青年无疑就是龙傲天了。此刻的他还没有觉醒异能，手里只握着一把消防斧。一个女人拉住他，哭着说：“傲天，怎么办啊？外面的怪物越来越多了。”龙傲天不耐烦地甩开他的手。要不是那个叫白若雪的蠢女人说有人会来救我们早就从后门冲出去了。现在好了，后门也被堵死了。他的话音刚落，超市1楼的大门伴随着一声巨响，彻底被丧尸撞开。无数丧尸嘶吼着蜂拥而入。龙傲天抓起消防斧，堵住楼梯。几个人手忙脚乱地用货架和杂物去堵楼梯口，但涌上来的丧尸太多了，一个男人躲闪不及，瞬间就被拖进了尸群。龙傲天的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他看了一眼身边那个最开始哭泣的女人，突然一把将她推了下去。丧尸们立刻被新的目标吸引，龙傲天趁着这个空档朝着楼上跑去，剩下的人也反应过来，毫不犹豫地抛下同伴，跟着他往上跑。无人机如实记录下了这一切。苏晴在我身边看得目瞪口呆，这群人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心。基地外面，白若雪和眼镜男还在，他们似乎也意识到我们不会回去了，只能在附近找了个相对安全的废弃车辆躲起来。夜晚的城市是丧尸的乐园，我安排了队员轮流守夜，自己则回了房间。空间里物资堆积如山，食物、水、药品、武器应有尽有，这些都是我重生回来这1个月拼了命囤积的。我取出一份自热火锅，一罐冰镇可乐，在末世里，这绝对是帝王级的享受。吃饱喝足，我躺在床上开始盘算接下来的计划。这个城市很快就会因为一次大型尸潮彻底沦陷，我们必须在那之前
转移到更安全的 B 室。第二天一早，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哥，不好了，你快来看！我跟着他来到监控室，基地的大门外竟然聚集了20-30个幸存者，领头的正是白若雪，她身边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是龙傲天。他们竟然真的从超市里逃出来了！开门，我知道里面有人。一个男人拿着铁棍，用力地敲打着我们的铁门，发出哐哐的巨响。把物资交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一群人跟着鼓噪起来，声势浩大。白若雪站在人群前面，脸上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看着监控摄像头的方向，她似乎在向我示威。苏晴气得小脸通红，这群人怎么这么不要脸？我们凭什么要给他们开门？别急，让他们闹。我拿起对讲机，接通了大门外的扩音器。龙傲天，我给你个机会，现在带着你的人滚！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否则后果自负。龙傲天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小子，你是不是没搞清楚状况？现在是我们人多，我劝你乖乖把门打开，把物资都交出来，或许我可以大发慈悲，留你一条狗命。他身后的众人也跟着哄笑起来。是吗？既然这样，那我就送你们一份大礼。说完，我按下了身边一个红色的按钮，下一秒，基地围墙上的几个大功率音响同时启动，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响彻了整片街区，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噪音震得头晕眼花，痛苦地捂住了耳朵。龙傲天也脸色大变，怒吼道：“你疯了！你想把周围的丧尸都引过来吗？”恭喜你答对了。我通过监控看着远处街道的尽头，黑压压的尸群正被巨大的声响吸引，朝着基地方向疯狂涌来。龙傲天和他那群乌合之众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他们前一秒还耀武扬威，现在却四散奔逃。龙傲天一把推开挡在身前的人，他想往来时的路逃，可惜晚了，四面八方都是涌来的尸潮，他们被包围了。白若雪呆呆地站在原地，身体抖得像筛子，眼睛男想拉他跑，却被他一把甩开。为什么要这样？苏晴在我身边小声问：“哥，我们没事吧？”我们的基地外围是用集装箱和钢板加固过的，还有一圈电网，但面对如此规模的尸潮，他还是有些担心。放心，好戏才刚开始。我拿起对讲机，下令道：“所有战斗人员到3号出口集合。”我带着苏晴，穿上防护装备，拿好武器，来到了位于基地侧面的3号出口。这里连接着一条狭窄的后巷，巷子口已经被我提前用一辆油罐车堵死了。队员们已经在这里集结完毕。我看着他们，沉声道：“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丧尸。”我指向巷子口的那辆油罐车，嘴角上扬。等会我会打开一个缺口，放龙傲天那帮人进来。他们进来之后，立刻引爆油罐车。我要让这条巷子成为他们的坟墓。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苏晴看着我，眼中异彩连连。哥，你太坏了，我好喜欢。我摸了摸他的头，少贫嘴，准备行动。龙傲天他们被尸潮逼退到了后巷附近。这边有条巷子。一个人发现了这里，一群人疯狂地涌了过来。当他们看到堵住巷子口的油罐车时，又陷入了绝望。龙傲天一脚踹在油罐车上，破口大骂。就在这时，油罐车底下一块伪装的钢板被悄悄移开，露出了一个仅容一人钻过的狗洞。快看，这里有洞！龙傲天第一个冲了过去，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其他人也争先恐后。白若雪被人群挤着，也身不由己地被挤进了那个洞口。看着一个个猎物钻进我为他们准备的陷阱，我举起了手，所有的队员都握紧了手中的引爆器，准备。龙傲天第一个从狗洞里钻出来，还没站稳，就看到了巷子尽头严阵以待的我们。他脸色瞬间一变。方圆，他身后那些幸存者也陆续钻了出来。当他们看到我们这身精良的装备时，全都愣住了。白若雪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当他看到我时，眼神复杂到了极点。现在你们才是瓮中之鳖。我放下手，冷冷地看着他们。龙傲天反应极快，他立刻意识到自己中计了，转身就想从洞口钻回去，可惜太迟了。巷子外的丧尸已经将那个小小的洞口彻底淹没。一个想跟着逃跑的幸存者，半个身子被拖了出去，瞬间被撕碎。这条狭窄的后巷成了绝路。方圆，你到底想干什么？龙傲天紧握着消防服吼道：“不想干什么。”我晃了晃手中的遥控器，只是想告诉你，抢别人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按下了按钮，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巷子口的油罐车瞬间爆炸，恐怖的火光冲天而起，形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龙傲天和他那群乌合之众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被火海和冲击波瞬间吞噬。我们这边因为提前躲在了坚固的掩体后面，毫发无伤。我草，这就全灭了。太狠了，这是人能想出来的计策吗？爽，太爽了！对付白眼狼就该这样。弹幕彻底疯了。大火过后，巷子里一片焦黑，除了几具烧得不成人形的焦炭，什么都没剩下。等等，角落里似乎还有一个身影，是白若雪，她竟然没死。爆炸的瞬间，她被旁边的眼镜男人下意识地扑倒，用身体护住了她。眼镜男被烧成了焦炭，但白若雪只是受了点冲击。她趴在地上，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人间地狱，身体抖得不成样子。那双曾经清澈的眼睛里，此刻只剩下无尽的恐惧。魔鬼，你是魔鬼。她颤抖着说：“谢谢夸奖。”我面无表情。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滚；第二，我送你下去。
陪他们。白若雪的瞳孔猛地一缩，求生的本能战胜了所有的情绪，她手脚并用地爬起来，向着巷子外跑去。巷子口的火还在烧，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丧尸暂时过不来。她就这样消失在了火光和浓烟的尽头。处理掉龙傲天这群垃圾，我的心情好了不少。基地外的尸潮因为爆炸的冲击和火焰，暂时被阻隔在外围，但这只是暂时的。我立刻下令所有人清理战场，加固防御，准备迎接下一波冲击。苏晴走到我身边，哥，那个白若雪就这么放她走了？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甘。一个废人而已，掀不起什么风浪嘛。白若雪的圣母光环已经被彻底击碎，杀了她反而是最痛快的。让她活着，每天在恐惧和悔恨中挣扎，才是对她最大的惩罚。苏晴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外面的丧尸越来越多了，这个城市待不了了，去 B 市，那是原文里人类最大的幸存者聚集地，也是剧情真正展开的地方。好，我这就去通知大家准备。苏晴立刻去传达我的命令。我回到监控室，调出了城市的电子地图，开始规划转移路线。从这里到 B 市有300多公里，路上充满了未知的危险，我必须选择一条最安全、最隐蔽的路线。就在我专心研究地图的时候，一个队员突然冲了进来。元哥，不好了，外面来了一支军队！我立刻切换监控画面，只见基地不远处的街道上停着几辆绿色的军用卡车和2辆装甲车，一群士兵正呈战斗队形，快速向我们这边靠近。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人。我靠，是 B 市基地的救援队！这夏楠主要怎么搞？他刚刚才炸死了一堆人，不会被当成暴徒给突了吧？弹幕比我还紧张，我皱起了眉，这确实出乎了我的意料。元哥，怎么办？他们好像是冲着我们来的。不要主动攻击，看他们想干什么。很快，那支军队就抵达了我们基地的大门外。为首的中年男人拿起一个扩音喇叭，对着基地喊话：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 B 市救援部队的，我们接到求救信号，来此救援幸存者，请立刻打开大门，配合我们的行动。求救信号，我立刻调出之前的监控录像。在龙傲天他们冲击我们基地的时候，有一个不起眼的男人曾悄悄拿出一个类似卫星电话的东西，说了几句话。这个求救信号10有8九是他发出去的。哥，这下麻烦了，我们刚才的爆炸动静太大了，他们肯定会调查。如果被他们知道我们杀了那么多人，慌什么？我去会他们。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基地的围墙，看着下面那群装备精良的士兵和那个气场强大的男人。长官有何贵干？为首的男人名叫雷震国，是 B 市的长官。他抬头看着我：你就是这里的负责人？刚才的爆炸是你们搞出来的？是，我回答得干脆利落。雷震国身后的士兵齐刷刷地举起了枪，对准了我。为什么？你知道你们的行为吸引了多少丧尸吗？这会给我们的救援工作带来多大的麻烦？长官，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在你们来之前，我们已经在这里生存了很久。刚才有一群暴徒想抢夺我们的物资，杀我们的人，我只是保护我的同伴，至于后果，我们自己承担。雷震国深深看了我一眼，似乎在判断我话里的真伪。暴徒？我的人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幸存者，他告诉我你们见死不救，冷血无情，还引爆了陷阱，害死了几10个幸存者。对此你又怎么解释？他说的肯定是白若雪，那个女人终究还是给我惹来了麻烦。我还没说话，苏晴站到了我身边。长官，那个女人在撒谎，是那群人先要攻击我们，我们只是自卫反击。雷震国没有理会苏晴，目光依旧锁定在我身上。我需要证据。这时他身边的一个通讯兵拿着一个平板电脑，快步走了过来。长官，无人机侦察有发现。通讯兵将平板递给雷震国，雷震国低头看去，平板上显示的正是我之前用无人机录下的龙傲天在超市里推同伴下楼喂丧尸的画面。雷震国抬起头，再次看向我，眼神已经完全变了。雷震国挥了挥手，所有人放下枪，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下来。雷震国看着我，问道：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方圆。方圆，你很有胆识，也很有手段，但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我不管你和那群人有什么恩怨，现在你必须带着你的人跟我们一起撤离，我们要去 B 市基地。这正合我意，但我不想以被救援者的身份去。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我的团队独立编制，不受你们的管辖。我们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我们搜集到的物资也归我们自己所有。这话一出，雷震国身后的副官立刻怒：放肆！你以为你在跟谁谈条件？雷震国却抬手制止了他。我凭什么答应你？凭我能帮你们用最小的代价清理这座城市里的幸存者据点，也凭我知道这座城市里哪里有你们最需要的东西，比如一个完好无损的军火库。雷震国瞳孔骤然一缩，在这末世里，武器弹药比食物和水还要珍贵。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秘密。现在你可以做出选择了，长官，是多一个强大的盟友，还是多一个潜在的敌人？雷震国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以大局为重。在权衡利弊之后，他同意了我的条件。我答应你。但是方圆，我希望你清楚，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希望你不要用你的聪明走上野路。我笑了笑，
您放心，我只走能活下去的路。就这样，我们这个小小的幸存者团队戏剧性的和对方达成了合作。我们迅速收拾好所有物资，整合了车队，汇入了官方的队伍。雷震国没有食言，给了我们足够的自主权。在离开城市之前，我也按照约定将那个隐藏军火库的位置告诉了雷震国。当我带着他们打开那个伪装成冷库的地下军火库大门时，即使是雷震国这样见惯了大场面的人，看着眼前的一切也激动得热泪盈眶。好啊，方圆，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有了这批装备，B市基地的防御能力得到质的飞跃，而我也凭借这个投名状在这里彻底站稳了脚跟。车队浩浩荡荡地驶出了这座已经变成死城的城市。离开时，我最后看了一眼后视镜，废墟、浓烟，还有在街上游荡的丧尸，以及远处一个孤零零跪倒在地的身影，是白若雪。她似乎看到了我们的车队，看到了和官方车辆并行的我们。她脸上的表情我看不真切，但我想一定很精彩。再见了，女主，你的故事结束了，而我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前往 B 市的路并不平坦，一路上我们遭遇了好几次小规模的尸潮和变异兽的袭击，但在强大的火力下都有惊无险地度过。我的表现也让士兵们对我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敬佩，尤其是苏晴，她在战斗中展现出的狠辣，让很多男人都自愧不如。2天后，我们终于抵达了 B 市军事基地，高大坚固的围墙瞭望塔上站岗的士兵以及来来往往脸上带着希望的幸存者。这里确实像是一个末日里的诺亚方舟。雷震国亲自将我们安置在基地里一处独立的营区，环境很好，也很安静。雷震国离开后，我立刻让队员们检查布置警戒。就在我们忙碌的时候，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男人在护送下来到了我们营区门口。请问方圆先生在吗？我是基地研究院的负责人，我叫陈启明。我听雷先生说，方先生是空间异能者。我点了点头，陈启明便一把握住了我的手。是这样的，方先生，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关于异能的研究，希望能邀你配合我们做一些检查和测试，这对我们了解和开发异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从他那镜片后面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丝隐藏不住的贪婪。来了，经典剧情，切片研究，又是这种笑面虎，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弹幕疯狂预警，我心中冷笑。可以，我出乎意料的答应了。陈启明一愣，显然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他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太好了，方先生真是深明大义，那请你现在就跟我来吧。等等，我叫住了他，配合你们研究可以，但是我也有条件。第一，我的人必须全程陪同，我指的是苏晴。第二，所有的检查必须在我的监督下进行，我不想身上多出一些不该有的东西，少了一些该有的东西。第三，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道，作为回报，你们研究院最新的研究成果，我需要优先知情权和使用权。陈启明的脸色微微变了。方先生，你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陈启明脸上的笑容有些挂不住了。过分吗？我反问。一个空间异能者的研究价值，我想陈教授比我更清楚。陈启明沉默了。空间异能是目前已知的最稀有也最具战略价值的异能，如果能破解其中的奥秘，对基地的意义不言而喻。我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和他所能得到的回报相比，似乎又不算什么。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合作愉快，陈教授。合作愉快。在苏晴的陪同下，我跟着陈启明来到了基地的研究院。这里守卫森严，到处都是穿着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和精密的仪器。陈启明带我进了一间全白色的实验室，指了指一个类似 CT 机的仪器。我躺了上去，仪器缓缓启动，我能感觉到一股温和的能量扫过我的大脑。就是这个仪器，原文里他们就是用这个东西偷偷复制了男二的精神力魔。男主快跑啊，这是陷阱！弹幕急得快要爆炸，我闭着眼睛，嘴角却微微上扬。陷阱？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扫描结束后，陈启明拿着一份报告走了过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太不可思议了，方先生，你的精神力强度是我见过的人里面最强大的。是吗？我从仪器上坐起来，活动了一下手脚。接下来，我们想提取你的一点血液样本，分析一下你的基因序列。陈启明拿来一个针管，我伸出了手臂。就在针头即将刺入我皮肤的瞬间，我开口了：“陈教授，你们研究院是不是有一个叫神奇的计划？”陈启明的手猛地一抖，针头划破了我的皮肤，一滴血珠渗了出来。他震惊地看着我，脸上的从容和镇定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怎么知道？神奇计划是研究院最高级别的机密，通过研究异能者制造出可以人为赋予普通人异能的药剂。这件事整个基地知道的人不超过5个。眼前的我怎么可能知道？我还知道你们的计划已经进入了瓶颈，但你们缺少最关键的催化剂，而我一个强大的空间异能者就是你们眼中最完美的催化剂，对吗？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我擦着手臂上的血珠，重要的是我想加入你们的计划。陈启明彻底懵了，他设想了无数种可能。我想过我会反抗，会揭发他，但他万万没想到我会主动要求加入。我对你们的神奇计划也很感兴趣。我笑了笑，与其被动的成为实验品，不如主动成为你们的合伙人。我可以为你们提供完美的催化剂，甚至帮你们完善计划。而我想要的很简单，第一批成品剂我要一半。陈启明的大脑有些宕机，这个叫方圆的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不但知道研究院的机密，甚至连瓶颈都一清二楚。他就像一个来自未来的先知，将一切都玩弄于股掌之间。恐惧和一丝
兴奋同时在陈启明的心中升起，他意识到眼前这个人或许真的能帮他实现那个疯狂的梦想。我需要向上面汇报。他艰难地说道。我坐了下来，可以，我给你时间，不过我希望不要太久，因为外面的世界可不等人。陈启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苏晴立刻又走到我身边。哥，跟他们合作不是与虎谋皮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着实验室里那些闪烁的仪器，眼神深邃。神启计划是原文后期一个非常重要的剧情点，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将彻底改变末世的格局。与其让他掌握在陈启明这种有野心的人手里，不如让他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要的从来不是偏安一隅，而是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我的秩序，一个不再有圣母，不再有白眼狼的新秩序。而神启药剂就是实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块拼图。苏晴虽听得似懂非懂，但她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信任和崇拜。哥，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很快，陈启明就回来了，跟着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雷震国。雷震国脸色凝重地看着我。方圆，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我知道的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多，我没有隐瞒。末世才刚刚开始，接下来会比现在残酷100倍，会出现更强大的变异丧尸，更恐怖的变异兽，甚至人类之间的斗争也会愈演愈烈。避世基地看似固若金汤，但很快就会被丧尸围城攻破。雷震国沉默了，武器弹药总有耗尽的一天，而丧尸却不断的进化，未来一片暗淡。神启计划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陈启明在一旁激动地说道。方圆，你需要一半的成品，要那么多想做什么？我要组建一支只听命于我一人的队伍，一支忠诚和强大的队伍。你想分裂基地？我想在关键时刻能有一支可以决定战局的力量，一支只以效率为准则的力量。雷先生，您手下是保家的安全盾，而我的人将会是刺破黑暗的矛，盾用来守护，矛用来开疆。我们目的一致，只是分工不同。实验室里陷入了一片寂静。雷震国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看着我，眼神复杂。我答应你，但是方圆，我希望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话，你的矛永远只能指向敌人。如果有一天他对准了自己人，那第一个刺穿我胸膛的会是我自己。我打断了他的话，语气坚定。就这样，一项足以改变世界格局的合作达成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研究院。我利用我对原文剧情的了解，为陈启明的团队提供了无数关键性的理论和方向。原本停滞不前的研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推进。而苏晴则在我的授意下，开始在基地里秘密的招募和培养我们自己的力量。招募的对象都是那些在末世中失去亲人、无所依靠但心性坚韧、身手不凡的幸存者。我为他们提供好的食物、安全的住所以及最严酷的训练，并告诉他们，他们不再是难民，他们是破晓的利人，是划破这无尽黑夜的第一缕晨光。1个月后，陈启明拿着一只装载着不知名液体的注射器，激动地找到了我。成功了，我们成功了！第一支完美的神启药剂诞生了。我看着那只散发着悠悠光芒的药剂，深吸了一口气。属于我的时代终于要来临了。第一批神启药剂一共生产出了20支，按照约定，我拿到了10支。破晓小队的第一批成员也正好10人，对我抱有绝对的忠诚。我将他们召集到秘密训练场，将10支药剂摆在他们面前。这是什么？不用我多说，大家的目光都无比炙热地看着那些药剂，没有丝毫犹豫，拿起药剂注射进了自己的身体。很快就有人发出了痛苦的嘶吼，皮肤变得赤红，也有人身体被寒冰覆盖或被电流包裹，这是基因重组的正常反应。1个小时后，火焰、冰霜、金属、锋刃，各种各样的能力在训练场里闪耀，他们都已经脱胎换骨。破晓小队正式成立，而我就是他们唯一的王。接下来的日子，我带领着破晓开始在基地外疯狂地执行任务，猎杀强大的变异兽，清理被丧尸占据的工厂，搜寻稀有的物资，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的战绩震惊了整个基地，破晓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无数幸存者都想加入我们。随着我们带回的资源越来越多，实验室生产出了更多的神奇药剂，破晓的规模也在稳步扩大。半年后，破晓已经拥有了100名异能者，成了一支让整个避世基地都无法忽视的强大力量。而我方圆也被所有人尊称为破晓之主。一天，雷震国紧急召见了我，基地会议室里气氛凝重。雷震国指着巨大的电子沙盘，北边的 C 市幸存者基地发来了求救信号，他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尸潮，其中出现了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丧尸。他调出了一段模糊的视频，视频里一个体型巨大、全身覆盖着骨甲，如同怪物一般的丧尸轻易地撕开了一辆坦克的装甲。我们称之为暴君。C 市基地已经快要撑不住了，他们希望我们能伸出援手。我开口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我带领破晓去。雷震国看着我，眼神复杂。方圆，你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我清楚，原文里 C 市的沦陷是一个转折点，因为那里诞生了第一个拥有智慧的丧尸王，它整合了北方的所有尸群，形成了一股无人能挡的黑暗洪流，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不能让这件事再次发生。雷先生给我最高的行动权限。我看着雷震国沉声说道：“这一战不仅是为了救 C 市，更是为了人类的未来。”3天后，我带领着破晓全员以及基地最精锐的异能部队，组成了庞大的远征军，踏上了前往北方的征程。这一次，我不再是被剧情推着走的男二，我是决定这个世界命运的唯一主角。苏晴走到我身边，为我披上了一件大衣。我握住她的手，远方的天际，一轮红日正缓缓升起，将整个灰暗的世界都染上了一层金色。我知道，那不是夕阳，那是黎明。